同学们，你们好。前面我们学习了核酸的基本组成、分子结构，下面我们接着学习核酸的理化性质及其应用。通常情况下 ，RNA 为白色粉末 ，DNA 是白色纤维状固体，二者均溶于水，而不溶于一般的有机溶剂中。故我们常用冷乙醇从水溶液中将 RNA、DNA 沉淀出来。核酸是两性电解质，但酸性更强，其等电点的 pH 值范围一般为2到 2.5。大多数的 DNA 为线性分子 ，DNA 溶液粘度很高，分子极易断裂 ；RNA 溶液粘度比较小，原因也在于其分子量相对较小。由于核酸分子中的嘌呤和嘧啶碱基中含有共轭双键体系，因而在260纳米处，核酸具有最大光吸收。利用这一性质，我们可以定量的测定核酸的含量，或者鉴定核酸的纯度。公式参考如下：核酸的变性是指某些理化因素导致核酸内部的氢键断裂，双螺旋结构解体。变性的核酸粘度降低，紫外吸收值增高，生物学功能随之丧失。例如，加热是 DNA 变性的过程。DNA 溶液被加热后，首先双螺旋内部氢键断裂，部分双螺旋解体，继续加热，双螺旋内部氢键断裂，完全断裂，变成单链的无规则线团结构。缓慢冷却后，又会形成链内碱基互补配对区域。影响 DNA 变性的因素主要有高温、离子强度和极端的 pH 三个方面。DNA 稀盐溶液加热到80到100度，几分钟内双螺旋变性，形成无规则线团。溶液的离子强度越高， DNA 双螺旋结构越稳定，所以 DNA 通常保存在 1m 的氯化钠溶液里面。pH 值小于1时， DNA 的磷酸二酯键会被水解， pH 值大于 11.3 时， DNA 的所有氢键都会断裂。如图为极端的 pH 和高温导致 DNA 的变性。下面我们了解 DNA 的溶解温度，又叫 melting temperature TM。DNA 在热变性过程中，光吸收达到最大光吸收一半时的温度，我们把它称为溶解温度，用 TM 表示。DNA 的 TM 值一般在70度到85度之间。由于 DNA 的热变性是在很狭窄的温度范围内突发的跃变过程，非常像晶体达到熔点时的融化现象，故名溶解温度。DNA 热变性过程中光吸收和 TM 值之间的关系，热变性过程中光吸收达到最大光吸收一半时的温度。如图两种 DNA 的溶解温度分别为83和85度。我们接着了解影响 TM 的因素。首先，均一性指的是 DNA 的均一性。DNA 的均一性越高， TM 范围越小。B 链 DNA 的均一性高于 A 链，所以 B 链 DNA 的 TM 范围小。其次， TM 的高低取决于 DNA 分子中的 GC 含量。DNA 分子中的 GC 含量越高， TM 值越高。GC 含量达到 66% 的 M 非类 TM 值最高。介质的离子强度越高， DNA 的 TM 也越高。如图，溶解于 0.15m 的氯化钠的 DNA 链 TM 值高于 0.01m 的磷酸盐溶液。核酸的复性 Renaturation。 变性 DNA 除去变性因素后，两条分开的链重新缔合，形成双螺旋结构。这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为复性。复性后的 DNA 其理化性质和生物学功能都得到部分恢复。复性的 DNA 溶液紫外吸收值下降，我们称之为减色效应。DNA 变性过程中双螺旋结构打开，伴随着紫外吸收值增加的增色效应。复性过程双螺旋结构重新缔合，伴随紫外吸收值降低的减色效应。
和时间是影响 DNA 复性的因素之一。一般认为，比 Tm 值低25度左右的温度是复性的最佳温度。复性时，温度下降必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降温时间太短以及温差过大都不利于 DNA 的复性。其次，溶液中的 DNA 浓度越大，复性越快。DNA 顺序的复杂性也会影响 DNA 的复性，简单顺序的 DNA 分子更容易复性。顺序复杂的 A-DNA 与 B-DNA 相比较，这种复杂特定序列要实现互补，显然要比简单序列 B 困难得多。分子杂交，简称杂交 hybridization， 是指两条来源不同的具有一定同源性的 DNA 单链分子与 DNA 或 RNA 形成双链 DNA 分子或 DNA-RNA 抑制双链分子的过程。DNA 与 DNA 之间的杂交我们称为 Southern blotting，DNA 与 RNA 之间的杂交称为 Northern blotting。后来人们又发现蛋白质与蛋白质也能够产生杂交，比如抗原抗体反应、蛋白酶与蛋白质底物的反应。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的杂交我们称之为 Western blotting。好了，本讲到此结束。